他是贪婪神哈斯塔，按照古老的方法，只要用面粉做的面人引诱哈斯塔，趁着哈斯塔吃面人的空档，就能扯开他的腰部，金币便洒落一地。只要在哈斯塔吃完面人之前捡走金币，逃入洞穴，就大功告成。而这个贪婪神哈斯塔，就是传说中繁荣女神的孩子。繁荣女神左手掌管着金币，右手掌管着粮食，地球是她的子宫。宇宙初开始，她诞下了1.6亿个神，其中繁荣女神最爱的就是她第一个孩子哈斯塔，也就是贪婪神。贪婪神人如其名，贪婪的哈斯塔想要女神的所有黄金和粮食。当他成功获得了女神的黄金，又试图去获取食物时，被众神发现，联手将他打成了碎片，几近毁灭。但繁荣女神疼爱自己的长子，接着出手救了他，将他封印在自己的子宫中，惩罚他永远感受饥饿，不再受世人供养膜拜。之后的有一天，一群人发现哈斯塔的存在和他的秘密，并建造了神殿和哈斯塔的雕像。这座神殿就在印度西部一个叫塔巴德的村子。从那天起，众神震怒，塔巴德阴雨连绵。1918年，如今塔巴德村知道如何获取哈斯塔宝藏的人只剩下一个贵族老头和老头不死的曾祖奶。老头没有妻子和嫡子，只有一个地位低下的仆人和他生的2个私生子。他败光了祖上留下的所有遗产，并没有再向哈斯塔索取宝藏。当仆人向老头索要承诺的金币时，老头就严肃地说：“金币不是开玩笑，必须是挣来的。”与此同时，那2个私生子顶着大雨往家赶，因为母亲没有及时赶回来，格莱准备代替母亲给曾祖奶送饭吃。如果不在每天规定的时间喂食，曾祖奶就会醒过来。而他们从小被告诫，绝对不能让那个千年老妖苏醒。2个小孩战战兢兢走过狭窄的长廊，直到他俩第一次给曾祖奶送饭，甚至连曾祖奶的房间他们都没去过。哥哥雅克有点胆怯，他推搡着弟弟让他去送。这个时候母亲赶了回来，一把夺过饭菜打了哥俩。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曾祖奶得有多可怕。母亲将饭做得更精致一些后，端着饭菜送到了曾祖奶的屋子里。之所以母亲每天都有养着曾祖奶，是母亲想要得到宝藏的秘密。只要一边伺候着老头，一边供着曾祖奶。但这天老头突然离世，也将秘密带进了坟墓。母亲见寻宝无望，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里，让曾祖奶自生自灭。而雅克却认为曾祖奶一定知道关于宝藏的秘密，母亲让他去问吧。可雅克又没有胆量。郁闷的他走出门，调皮的弟弟却不慎从树上跌落，摔成了重伤。母亲急忙雇了辆马车送弟弟去医院。雅克这边也是不知所措。妈妈走的时候告诉雅克，今天你来给曾祖奶送饭，如果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记得大声喊出哈斯塔的名字。雅克看着母亲的车子走远，他回屋给曾祖奶准备饭，结果一不小心面粉洒了一身。接着曾祖奶醒了过来，雅克也终于看到了曾祖奶的真面目。他壮着胆子询问宝藏在哪儿。曾祖奶让他把吃的拿过来，不然就吃了你。雅克急忙去准备吃的，曾祖奶却突然靠住他的脚腕，要将他拖回去。危急时刻，雅克才想起母亲教他的咒语哈斯塔，大声喊了出来后，曾祖奶又昏睡了过去。这时母亲回来了，弟弟走在半道就死了。母亲万念俱灰，将怨恨都怪罪到雅克身上，因为他一直贪婪的想要获取宝藏的秘密，所以才会招来厄运。悲伤欲绝的母亲决定带着他立马离开这里。然而雅克还不死心，他劝说了母亲把曾祖奶绑起来折磨他，直到他说出宝藏的位置。母亲愤怒的逼着雅克发誓，永远不会回塔巴德，永远也不打宝藏的主意。雅克满口答应，心里却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转眼15年后，违背自己誓言的雅克回到了塔巴德，他推开了封闭15年的自家大门。